多了，我刷起来界面它都卡，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协议核就是协议核，不是说逼着红币买热词啊，不存在的。因为我看最近有一些人在那疯狂刷屏，我也去频道里面澄清了一下啊。下一個吧。我們接着聊，下一個我看一下。要點一下。我們當時這個畫的餅，對，畫的餅，但我們也沒有完全承諾啊，我們只是有一些部分是提到了，就是說有可能做，當時也不是說都是100%做，不做磕頭，也還不是說以後不做，對，就是也沒有完全說，也沒有，沒有，這裡面確實有一些今年應該會做的。你這個 AI 的性能不太行啊，旗艦2級改裝件都做完了，都上線好久了，它才放在微交付裡面。把它刪掉。那肯定是我的問題。那個不是 AI 問題，是我們自己打勾沒打上。把它刪掉。對。那我們一個一個聊。泰坦聊不聊？泰坦主要是沒有什麼太多能聊的，現在還是跟去年一樣，就泰坦現在太貴了，現在就炸一艘大航就。大家都損失大於收穫嘛，然後現在如果出泰坦的話，還沒解決這個問題，泰坦也是我們不太好去處理泰坦這麼高價值的艦船，應該怎麼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應該花多少錢去造，然後炸了之後應該要損失多少，這個都不太好定。現在那個燃燒者任務有沒有計劃？就是高難度 PVE，高難度 PVE 有的，然後燃燒者計劃是在今年的高難度 PVE。這一條大主線下面的其中一個模塊，去年沒幹的，今年接着幹是吧？對，是的。去年其實也有一些，但不是純粹的 PVE。今年會有一些純粹的高難度 PVE 啊，就不是說那種多人搶啊，或者說在低安00能 PVP 的。今年也會，就計劃裡面也一定會加一個，就是說不會受其他人影響，但是難度絕對足夠高的 PVE 啊，獎勵都不錯。我們獎勵就是新的 PVP、PVE 之類的獎勵，主要都是以。一些花活、奇怪的裝備，或者說特殊功能的裝備，或者說獎勵為主，不會說，給你發5億、10億 ISK 啊，不可能的。我們新的獎勵都特別摳門啊 ，ISK 特別少。軍銜啊、縱成點啊、勢力縱成點啊，還有什麼各種奇怪花活裝備，以這些為主。去年誰說要做摩托團姐妹會一場的？肯定不是。誰同意的？帶出來，反正不是。那給大家舉一個，不是後來做了個薩薩的一場嗎？也算吧，勉勉強強算扯上點關係。艦船命名，這已經被罵了1年了。不是艦船命名，過去1年我都處於一個什麼狀態？就是程序給我們的感覺就是，只要這個版本沒什麼事就能外放。然後每個版本都有，但是每個版本都有一點事。前2天程序不是說，就是因為代碼已經寫了1年了，老的做完的已經合不進去了。所以我們會，但這一塊我們知道還是就是需求一直都在這裡，然後今年還是會有一條線是說啊，改善生活質量這條線，在這條線裡面，艦船命名是排的比較高的，只是這整一條線它本身的優先級可能還不夠高，今年我們會保留單獨的通道去做嘛。以前是做完了，然後測一測就能上，現在是得重做一遍。但現在應該也還行，有老的有很多代碼都能參考。然後那個什麼黑卡一鍵切換，那個，我操，怎麼有個黃色的，好像很強的樣子。看看是這個誰的黃色有人送錢了是不是？啊、自己限制自己不能跳大航，不拆反誘導進對面駐地，或遊戲策劃幹嘛？有本事你跳大航打呀！這誰？這個黃色1000電池的發言真的太醒目了。我操，這個，我們不鼓勵你們氪金送禮物，但是黃色確實看得見。你們不要送錢啊，這錢我們也收不着。對，我們收不着。就這是官號啊，就是平常我們連登錄權限都沒有的。今天用這個號直播是要專門申請破例開權限。就這個，在這個黃字下面，我也看到一個比較重要的啊，薩哈入侵戰利品拾取規則。這個也是一個祖宗之法，傳這麼多年了，也是被詬病的，就是什麼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把 BOSS 幹掉了，結果掉的東西還被一個小偷給搶走了哈。那我們這個，我操，這我就被偷過啊，這個我們也看到了，並且在做，因為這個也是比較底層的嘛，然後可能會分2步啊。第一步，
第一步，这个薩莎其實有一些比較我剛才說的，就那種有一些花活的裝備啊，它會在新玩法裡面產出，不是錢。然後薩莎的 BOSS 會先拿出來用一用。它比如說它有一個什麼裝備啊，它有一個反引脈衝。我不吃，我咳嗽了，對不起。然後它有一個反引脈衝，所有靠近的人會被直接，就是在那個 BOSS 一定範圍內會被直接強制反引，並且不能隱身，還不能躍遷，大概是這麼一個裝備。啊，等這個裝備我們測試的 OK 了之後，也會通過新玩法投放給玩家去，就是說去強化自己的這個大型戰鬥的這個戰術。我看到一個關鍵問題，玩家擔心我們會不會倒閉？那這個也不是我。就是我們，你看今年一個策劃都沒有被開，說明我們暫時不會被倒閉，是吧？就是要保持危機感，但是保持危機感，然後每一個版本就是屬於隨時可能會倒閉，但是不會倒閉的狀態。對，還是那句話，就是你設計的東西以後下地獄了要玩，是不是？要把每一個版本當做最後一個版本來做。好好做吧。到斬殺線沒有？就我們的斬殺線，唉。算了，我們聊下一個話題。還是聊點這。什麼黑卡一鍵切換沒做？這個先回到黑卡啊。黑卡這個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把那個植入體不是植入體，那個核心的這個方便的全宇宙就不用再運輸了，這麼個快速的便捷的庫給做了。然後黑卡也想做的，但是黑卡本身的實現難度比這個一個簡單的核心倉庫要難得多啊。今年我們上半年就是過完農曆年後，我們會很快推進這個。但我不保證什麼時候能做完，因為真的挺複雜的。你想玩家身上有這麼多植入體，每一個植入體的黑卡還都不一樣，還要隨時切、隨地切，就它是有這麼一個難度啊。然後也希望就直播過後有玩家能給我們發一點建議，可能比如說包括你喜歡的這個方式是每一個植入體呢，它是比如說我有一個導彈那個元件，然後我在第一個導彈植物體上裝了，第二個裝了，第三個裝了，是快速的用，就是3份還是說1份？其實這個實現起來差距也非常大。當然你要說我們現在玩家實際用起來，它肯定1份就夠了嘛。但是1份就是真的很難搞。那如果是3份的話，那可能會稍微容易一些。這個我們也還在想辦法。年後會啟動嘛？其實我最近已經在跟就做植物體的相關的同學在聊這方面。那我們其實自己也玩，我經常也會換船，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歡導彈嘛。但我有時候我也開航母，所以切換起來我也很蛋疼，所以也在聊啊。我們自己肯定也都是希望能夠提升這個平時的體驗的啊。這個算個餅吧，反正已經在開始聊了，就這麼個東西。去年是真的畫餅，現在今年是已經真的在聊了這麼個東西。那下一個吧。下一個。剛剛都在聊黑卡是吧？對。現在我們那個當時有說過那個客戶端極簡模式嘛，就是，但是我感覺這個是不是會被腳本利用？就當時他們好像說的是所有的模型都不渲染。對，腳本是小事吧，就是我會覺得就是腳本可能是我們在開發一個系統裡面的最後一環，就是第一環先保證它對大部分的人是好用的。但我覺得極簡模式一個最大的潛力就是。我不太方便打開那麼大個客戶端的時候，我可以玩一下，例如說微信小程序啊，然後還有一個網址分享出去，我就可以點開。我腦子想出來的就是模擬器24開。啊，是的，你這個是我們最後一環，產出安全的保證。躍遷音效6指針這兩個確實都還沒做。當時我們也沒有完全同意，說是可以考慮討論一下它的可行性，是不是？這個其實主要是因為。就我們可能目前更着重於遊戲類玩法本身，而躍遷音效和6指針這種，6指針說起來簡單，其實要特別費人力，因為優化和耗電的問題其實特別嚴重。我們如果想做好的話，那其實得投入很多的程序去專門去搞這一塊的這個性能呀、優化這些。但是就我個人觀點啊，那如果我有這個人，我是不是能把那個大秘境啊進去打的時候，就那個副本啊，進去打的時候是不是能更優化一點？能更不卡一點，那排隊的時候是不是我們知道啊？之前老有 bug 說什麼隊長沒進去啊，就各種卡，我們是不是能把這個問題給優化了？所以我個人角度是認為，遊戲真正的這種日常每天都要體驗的東西，會比像6指針這種要更加重要一些。還有一個就是API 就是端口這個問題，其實昨天還是前天在微信群跟大家討論的挺熱烈的。我可以說一下，就是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要做 API， 因為我們之前每半年嘛都會討論一次，但我們的結論始終都是 API 對大部分的玩家來說是體驗是不好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管理会觉得我能通过 API 能夠給團員提供更好的服務，然後能給他提供更多的便利，但我們客觀的想過，然後結論就是對大部分人來說，這個事情是一旦我們開了，它就一定會被用，然後呢，最後不接受的人也會用，然後不接受的玩家會被逼迫着用，然後不接受的軍團也會被他的競爭對手逼着要去用，所以這個東西是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樣，你一旦開了之後，它一定會被用的。然後下一個帝國 T1旗艦，當時有誰說要？我懷疑這是字打錯了吧 ？T2旗艦吧 ？T2。啊，有可能。T2旗艦還出了挺多的，對，包括年初的精卫无畏，后来的量子纠纏的小航，還有那個奇怪的退身者級。玩家問這個帝國海軍小航能不能適配以前的舊核心？海軍小航啊，能啊，回頭就把它給優先級安排上。小航這個應該是問題不大的啊，小航這個。他又來個牛逼黃色的，我看。這個大哥稍微慢一點，黃色太扎眼了。哦，这是聊集成的，集成我们晚點專門聊。那個跳刀和戰術驅逐。這個不是上了嗎？他又放錯地方了。做完了是吧？沒有完全做完吧，至少跳刀是全都做完了。而且群體跳刀旗艦的群體跳刀太強了，我們其實給的是比較少的。那常規的會多一點。彈藥系統呢？彈藥功能肯定是完善了，那投彈也有，包括普通的投彈和艦載機投彈其實都有。然後更多的彈藥，就比如說普通的炮也有彈藥，這個還待定啊。我們今年應該上半年就會有一些特殊的裝備，它是消耗彈藥的。比如那個老玩家可能會知道的一個叫彎曲護盾抗性的類似的東西，我們也會做類似消耗這種特種彈藥的東西，然後呢，它能夠主動切換自己的抗性，或者主動切換自己的工作模式，啊，包括電容助電器，其實這些都在計劃裡面已經在做前期的一些設計了。包括操作方法呀、屬性加成呀，然後哪裡掉啊、哪裡鏟呀、數值多少啊，這些其實都已經在做前期設計了。然後這些都是耗彈藥的，然後彈藥也不用擔心說氪金什麼都金幣彈啊，這個不是。我們彈藥的最主要的消耗是 ISK 跟最基礎的礦，啊，就這兩種。其實大家看現在的那些彈藥的消耗也就知道了，可能會有一些就符合它的背景或者說科幻設定的一些輔助材料，但材料都很少的，絕大部分都是三態和 ISK 這種最基礎的東西。是的。這也是為了就保證我們的回收能夠比較健康一點啊，讓挖礦不至於說真的白菜價。那個後面是破浪核心削弱。好像還沒有削，對，是不是？沒有。破浪是還沒有削，我們有一個問題，其實挺多彈幕都有點互動，其實我挺想說，雖然不在這頁 PPT 裡面，就是說00太統一了，然後我們要怎麼去讓我們去改，然後00太統一，首先有一個點是得說，我們策劃想問題的角度是。不是說00太統一了，我們就要讓玩家去打起來。我們會想為什麼00會統一，然後00統一之後誰玩得好，誰玩得不好，然後這些問題是我們要聊得很細，然後最後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有可能00統一是整個服務器大家的選擇，並不是就是一個問題，但也有可能它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結果，這個結果會導致。未來對所有在玩的人都是不好的，這個也是一個可能，所以說我們是對00是不是太統一這個問題，我們是會進行比較多人的討論嘛，這些討論都挺哲學的，然後我們不可能會去直接干涉主權是不是太統一這個問題，但我們會做很多就是邊緣性的設計，去讓這個問題讓大家感受到這個問題，這個狀態。在變化的過程當中，怎麼樣是更好的？然後我們會期待玩家給我們更多的反饋，然後我們也知道怎麼樣才是更好的。對，大概是這樣。然後這個就是去年畫的餅就差不多講完了，
大概做了50%吧，然後当然有很多沒有做的。我們就是如果覺得值得做的，會放在後面的這個 to do 裡面接着幹。然後接下來我們聊這個春節版本。然後我們看一下。春節版本，我們今年的主題其實這個不是龍，也不是蛇，這是什麼？是貔貅。貔貅就是那個會吞金幣的那個貔貅。然後這個核心當時還是延續了上一版那個冰雪的那一些設計理念嘛，就是有點像一個小遊戲貪吃蛇在那裡穿插。中國聯通。中國聯通沒有联動啊，我們是如有雷同，純屬巧合。就是它的概念是一个小游戏。那個是中國結嘛，對吧？對，這個也是中國結，就是對，也是中國結。然後剛好我們又在蛇年過去的時候做出了一個有點像蛇的核心，這也不是故意的。但這個船呢，是不是還有一個它？玩家說了一些我們不能聊的東西。是嗎？說它的形狀。就是我們玩家說那個形狀有格調。OK， 然後這個核心其實還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就是它本身的顏色是一個比較傳統莊重的黑紅色，然後在上面加上一些小遊戲的元素，然後後面我們認為它這個設計還不太夠好，然後就做了一個外掛的煙花的特效。按一下，對，然後這是不是視頻啊？是這個，不是視頻啊，這是圖片。是視頻？是視頻嗎？對。OK。這還是視頻還是視頻的節目？把那個視頻的播放器給截進來。真的是視頻。搞不好前面的也是視頻。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對，就是這個煙花是有分級的，就是隨着你的納米核心的等級的提升，這個煙花的效果會有分，一共3級，包括如果加上沒有的，那就4級。然後這個是最高一級的，那個特效比出來還要大。節節高。這過年都贊助，咱沒有那能力，我倒是想讓他贊助，真的是蹭不動。快進，好，繼續看。看一下下一個。拼手速啊，這個一共只有1000個。這個要趕緊拿出手機。這個拼手速啊，只有1000個，100萬的重置點。蘋果客戶端記得是去公眾號兌換。用不着這個可能是個副歌。玩家問之前定制的旗幟和徽章還有沒收集到的？這個問題天天都有人問。沒有，是這樣的，就是我們之前每次都有這個問題，昨天我們又聊了一下，我會覺得以前會覺得是不是沒有跟進好，然後現在呢，其實在每次玩家找上來之前，我們都是不知道。還有獎沒有發到，或者說有素材沒有收集上來的，是因為我們現在去收集玩家素材的這個過程太繞了，我們要不能直接去找到那個軍團去跟他說，然後去讓他傳，然後也不能要求他在哪一天傳完，這些東西都是人工去處理的，我們覺得不是那麼的靈活。然後後面我們改的方向就是這一類的活動我們統一都在遊戲玩法內去實現，就是 OK 聯賽結束。獎項一定，公示結束，然後最後的排名定了，誰能上傳就會收到郵件，有一個入口，你要在期限之內去那邊上傳。我們之前應該只要是有按時上傳的，我們都能發出去。有一些沒有發出去的，大概率是因為上傳或者是聯繫中間斷了才沒有出去。我抽筋了，我靠！這是我們新版本的內容是吧？對。這個介紹一下，這個是春節版本的內容嘛？我們現在第1周外放的內容就是任務分享，然後還有新的納米核心，還有艦船租賃。然後第2個版本可能現在都玩到了，大家都玩到了。如果大家有關於第1周的內容有問題的話，現在可以集中提一下，我們可以
现场刚刚有个大哥问你皮肤为什么不单卖？对吧？黄色大哥，黄色大哥，他能不能跳过去？看到没有？哦，为什么不出单独的皮肤商城，非得和核心绑定？我们上次那个猫是不是单独出的？对，我们上次猫有試過，但是貓的我們這麼做了，我們以為我們的貓的皮膚一定會大賣，你知道嗎？就是都不是說賣了多少 AUR 或者是賣了多少 Plus， 而是買的數量都很少，就是其實我們是發現玩家嘴上會說很想要就是單賣皮膚，但實際上他們不買。對我非常相信有很多玩家心裡面都是希望要皮膚，然後但實際上我們做過數據對比，確實可能說喜歡皮膚的玩家都買了，但是買的人確實不夠，然後以至於我們他們覺得太貴了。那不是你那個表情包的經典語錄嗎？啊，對，就是不要出那麼多數值數據了，數值道具了。對，這個比較經典的問題。行，我們接着看一下，如果第一周的那個內容沒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再看一下我們在2月4號就是第二個春節活動的第二個階段，我們外放的內容裡面就有納米核心集成，然後還有生命之境的重新開放。哎，你們買那個表情包沒有？他那個表情包那個放在旗艦上掛着老大一個。你說後面有圖嗎？你給他們看一下。啊，後面好像有是吧？到了嗎？對，下一個就是我們看一下那個表情包的那個視頻，黑屏。沒出息。可以吧？淡淡套路。下面還有一張。啊，這個是一個暢想啊，就是說，當時我跟竹美這個打賭啊，說表情包如果賣回本的話，就是賣回本是多少你就不用說了。對，賣回本的話，我們就做這個表情包自定義，布局，就是目前還不能說你們上傳一張圖片就給它做成表情包，那個主要是審核難度太大了。痛傳是吧？對，但是可以考慮一個船上掛一堆表情包，給它擺在上面，當時跟我們的美術就這麼對賭了一下，到底能不能做這個呢？也不知道。這個主要還是看大家的喜好程度吧。我覺得，回本也不是唯一的標準。如果大家用的人，就如果大家覺得很喜歡，那我們就對喜歡然後聊得多，然後或者是我們有看到就是大家有激活，然後還有換啊，然後這些行為觀察的多的話，我們覺得這個就好玩就做唄。是他設想中的，就是可以在船上自己擺投影，掛一堆霓虹燈的這個。對，設想。把我跟新一的合照放在一起。你不看一下前面那個春節版本計劃，不是還有沒講完？沒講完嗎？是，還有一節兒。右邊都沒講。啊，這個那你們介紹一下。對。右邊是新出的核心，然後還有那個是左邊那個不是新出的那個搶單系統。哦，自由分享任務，這個是我們策劃裡面有一個其中一位老哥特別喜歡，就是這種合作共贏的玩法嘛。然後我們想一下，確實跟我們 EVE 本來的社交的關係挺像的，就是有的人去發起一個任務，然後呢，這個任務需要可能多於一個人去做。有一個大哥問，這裡有群裡那個小李嗎？有，我就是。群裡的小李在這。昨天不是跟那個鑽總在群裡面聊老久嗎？
那麼你接着聊啊。刚刚聊到哪来？有个老哥很喜歡合作共贏。哦，對啊，然後就是我要發起一個任務，然後大家一起去做，然後在這個順着這個思路，自然就是變成了就是任務是一個比較好的承接的角度嘛。其實，在端遊裡面本身就有任務委託嘛，就是任務合同嘛，就是其實思路是一樣的。然後右邊。是不是搞錯了？碎星核心升級，手動切換回甲回盾，是這個版本的是吧？沒有，這個是去年的大餅之一，早就做完了。這怎麼放這兒啊？這個 AI 幹活還是不太行。這個 AI 給力。對，然後最後一條是社交互動升級，那個就是表情包那些東西啊。我們後面還有那個軍團對抗賽，等到那頁 PPT 再展開講一下吧。這個。春節的福利還有沒有什麼？就是這個版本的有一個下周還會開一個簽到，然後還有一個高性價比的手冊，啊，還有一個一則建團箱，年度一則建團箱。對，對，每年都會來一次。然後包括這個東西的來源不是挺搞的，這個來源並不是獎勵郵件，不是是那個這個一則的來源是有一年我們不是填錯了還是怎麼樣？然後立馬就把它給改回來，然後後來填錯了以後就變福利了。對，以後就變成了1年1度的。是有一年的活動合作協議。對。哇，這個 PPT 廢話好多呀，是吧？我們多元化深度這是。啥多元化？下一頁。玩法探索方向啊，這個好像是值得說一下，對吧？對，我們今年要不切到前面那個軍團那一頁。就哪來一頁？金色那頁。這個。對，就是這個是其實我們在春節版本裡面其實是一個重頭戲，然後可能大家討論度還不算太高。我們現在可以介紹一下就這個玩法。這個玩法是會在春節版本的第三階段去外放。它的整體的思路是我們前面說了，就是00打不起來，然後有的玩家會覺得比較無聊。然後呢，但是呢，我知道也有另外一群玩家，他不希望打起來，因為打起來，會影響生產。然後還有一些玩家，他特別討厭被人腳本。然後呢，現在我們其實也沒有那麼希望看到腳本，因為還是之前分享過的一個思路，你想打架，我想打架，我們兩個打一架，這是好事。但我想生產，你想打架，然後我就被打了一頓，或者我反過來打你一頓，這兩個都這個就有點。沒有準備好就要去接受很大規模的戰鬥，其實這個是體驗並不怎麼好，就會變成了我跳我跳旗艦過來，你跳更多的旗艦過來，然後我又跳更多的旗艦過去，就這個過程雖然很刺激，但是最後並不是可能雙方的如果要給自己的旗艦打個分，這個分有可能加起來是負的，有一方是正的，有一些方是負的，但我相信負的那個絕對值會更大。所以基於這個思路，我們會做了一個從我們的軍團對抗賽衍生出了另外一個玩法，就是這個我們之前的軍團對抗賽是通過一個賽制最後去贏得一些外觀的獎勵，然後這一次我們希望就是軍團對抗賽到最後能夠獲得一些主權，這個主權是我們新的星系，然後並不是永久獲得這個星系的主權，而是在一個週期能夠獲得這個主權，再獲得的這個主權的期限以內，這個主權是不能被其他人搶走的。就意味着當我贏下了這一場，剛剛有好幾個玩家說輸入法閃退，可以記一下，對，我再查一下。這個我看到了，對。哎，輸入法閃退今天更新之後應該好了呀？昨天更新之後。是的，應該是有。可以再看一下。有閃退的玩家可以試着更新一下，這個是那個手機系統裡面如果是第三方的輸入法，然後跟那個遊戲底層。就引擎裡面一些東西有點衝突，然後我們也是，修了之後，然後理論上這周更新之後應該都好了。如果不行，可以試試下載最新的保體啊，應該是好了。如果還沒好，可以發給我。然後遊戲裡面有那個設置裡面有一個上傳日誌，然後把 ID 發給我，然後我好轉給那個負責人去噴他們，催他們改哈。不用噴，不用激動啊。我們這個玩法，反正這個玩法它實際上就是跟生產有關係，然後跟PVP 也有關係。生產的關係就是只要我站下來了，這個星系它的生產效率是會比我們現在 1.0 的地稍微高一點點，應該或者說持平吧。但是
這個還不是最吸引的，因為這個主權是不能被轻视的，意味着你只要在這邊，你是有比較強的那個補给的速度的，很短，然後并且在这个拿到这个星系主权的同時，我們會允許你傳送一部分的物資過去，然後結束了會傳送一部分的物資出來，然後這個是預想的功能，然後最近還在這個功能還在收尾，對。然後好行，這個內容就大概介紹到這裡。我看後面還沒有頁面單獨講核心集成，要不我們現在也可以。這好像沒有頁面專門講核心集成的了。看一下後面是什麼東西。我們先把後面過了。先把後面過了，然後等到抽完下一個獎的時候，這個好像就沒什麼好說的，是吧？這一頁有沒有要說的？這一頁我可以簡單說一下，就這一頁其實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剛剛說的一個內容是主權，我們希望打正面戰場，希望打規模不要太大。然後希望就是有準備的人跟有準備的人打，就這個是一個重點。然後另外一個重點是 PVE 的內容，其實去年我們在直播的時候就有跟大家說過，我們希望在 PVE 上面去做新的東西給大家玩。然後後面為什麼會有點卡住呢？是因為我們最終做完了薩莎突襲這個版本以後，我們發現你要做 PVE 玩法，大家想的肯定是要有比較高的收益，是吧？就是我要難可以，我可以喊人一起打，但是一定要有收益。但是呢，收益很高的事情又不能無限制的給大家刷，就變成了它的產出是數量是比較有限的，要手速快的人或者在線時間長的人才能搶得到，然後就會導致其實體驗並沒有那麼好。我們現在新的一年在 PVE 我們還是要做，因為我覺得 PVE 其實就像剛剛說的 PVE 你去玩 PVE 的人，我自己開心了，但是沒有人不開心，或者別人的不開心不會來的那麼直接，無非就是 PVE 增加了產出，然後會讓 SK 的產出變大，然後可能黃幣會上漲，這是一個比較長遠的問題，我們而且還有其他方法去調，但是 PVE 內容的產出我覺得是很重要的。我們在今年預計會放不止一個 PVE 的內容，然後可能有針對個人的，然後針對小隊的，還有可能會更大一點，然後有一點跟以往不一樣，我們可能會採用不完全是獎勵驅動的方法去做 PVE 的內容，而是希望在 PVE 本身就能給大家帶來一些新鮮感。我去打這個 PVE 的過程本身是好玩的，但是不需要說我打到像要上班那樣，我每天要打這個新的 PVE 要打夠2個小時，然後才能拿獎勵，然後才算結束。而是我們希望 PVE 的內容量不夠，我們把它堆起來，但是不會一直堆，一直要去玩 PVE，而是說 PVE 保持在一個合理的範圍，然後我一直有新的 PVE 玩，然後不好玩、少人參加的 PVE 我們就把它淘汰掉，大概是這個思路。但總的來說，好看的女性皮膚，好看的。有新的二次元可以有，就是這方面我們的美術也是很有探索慾望。你在找什麼？手機不是在這嗎？另外一個不重要，先直播。對，然後我看一下其他還有沒有。那個是什麼生態？收割和反收割優化。獵殺生態嗎？我沒看錯吧？哪一個？第3條。獵殺生態。收割和反收割機制優化。其實收割跟反收割為什麼會提這個？這個主要是在問卷裡面提到的人特別多，就是這個東西往上說要說到馬甲，說到埋號，然後往後說要說到開藍加誘導，說到腳本，然後劇本，然後這些會也是一個話題。我們其實昨天也在群裡面說了嘛，就是我們針對要不要做 API 這個事情我們是不做的，但是要不要去重新評估馬甲的破壞力以及它的成本，這個我們會做。當然目前的結論是傾向於讓玩家跟軍團之間的信任更好的建立起來，但是不一定是說要馬上把腳本全部幹掉，因為腳本能做的事情很多，從 if 端遊開始有洗機庫，然後去拿權限，各種各樣的問題都有。我們不是不想做，而是這個東西我們的權限跟人員的設計跟我們整個 if 的玩法基本上是深度綁定的，無論是物質的轉移，然後我自己左手換右手很正常，我不可能不讓你換，但只要開放你換，那就有可能要偷東西，這個是很正常的。都準備好了，那00的意義是什麼？我先回答一下這
這個就是我們開放新的就是正面戰場的玩法，但也不意味着没有收割跟反收割的玩法了。这个玩法本来都还在的，就是可能我们会就是因为收割跟反收割是一种你不可預期的結果，就是但是我們也要外放一些，就玩家有固定的時間，我在這個時間我想參加就能參加的有預期的團體 PVP 的比賽，大概是兩個都要並存，讓玩家選擇他喜歡的一類型去參加，是這個思路。統合部抄襲，好，我們繼續看。然後右邊呢，就是偏向於，就是叫什麼？不能說餅嘛，就右邊就是概念是比較明確的，但是具體怎麼玩，其實我還沒想清楚，確實還沒想清楚。就是提出概念，我們都是很擅長的，就是上來就是跟說啊，我們有什麼新的好玩的點子，說啊一炮把新門給打爆了，啊挺好玩的，但怎麼做起來，我就覺得不一定是不能太衝動，就怎麼做我們都會做的，還是要論證的稍微完善一點才會去做。玩家說，如果那種預期的比賽會不會被大軍團壟斷？我想一下，應該不會，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反而是，這個比賽它有幾個特點。第一個是，並不是要200個人打200個人才能贏下這個比賽，我們的比賽的限制的名額其實是偏小隊規模的，就是可能在是20還是40，這是20是20打20，你只要能夠湊起來20個人的隊伍，你就可以去爭奪這一輪的那個聯賽。然後這個聯賽呢，你20個人爭奪完之後，你20個很強的人，他的船很厲害，他的指揮水平很高，然後戰鬥飛行員的操作水平反應也非常快，是一個素質很高的隊伍，他贏了，然後這20個人的那個人頭會被鎖定。然後他就不能再為他的軍團去打下一輪的聯賽了。這樣子，我們通過跑好幾輪，然後慢慢的就能把就是這些新的這批星系叫榮耀星系，能夠盡量雲到活躍人數有競爭力，但是又從上而下都覆蓋到的這麼多的團體裡面去。有個喊你看私聊的，看什麼資料？看什麼的資料？喊小狗頭看私聊，你看看唄。然後我也說一下這個刷了很多遍這個高幀率和高新資源包啊，剛才其實說了一下，我們目前沒有說明確的計劃，比如說啊3月份一定要出高幀率和高新材質包，啊，然後難題剛才其實也說了，這個東西高幀率這個東西在我們目前情況下其實不是很簡單，因為有太多的東西要優化，包括高新資源。因為我們光船其實不同的模型也有100多種吧，大概，那這個量級還是很大的。然後每一個裡面它不只是說美術要優化，有可能程序會有一些 bug 在裡面。就好像你提到的這個大航渲染距離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其實我們也沒有說到說大航模型渲染距離有什麼問題，但是它可能在假設做高新材質包或者說高幀率，它時候它可能真的就有問題。那我也希望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大航什麼渲染問題可以發給我，然後我們去找技術去解決問題。高幀率不敢說，但是像這種 bug 肯定是可以比較優先的去解決一下的。然後還有剛剛那個我也看了一下私聊，就是那個軍團聯賽的問題，就是有太多了，看不完。有兩個問題，我覺得也可以單獨拿出來再說一下。有一個玩家說，就是我身邊的人都沒了，然後20個人都湊不齊，能不能玩？也能玩。我們20個人的聯賽並不是唯一的標準，後面我們還會出40個人的，也有可能出5個人的，就是都有。它可能對應的是不一樣等級的星系。然後還有說20個，那不就是20條大航對轟嗎？其實也不一定，我們也會做噸位的限制。就假設你只有5個，只有戰列艦。也能打，也有這個規格的比賽。我們出一個5個護衛艦的比賽，5個彈，純考技術5個彈，5個彈去穿火圈，看哪個穿得快。對，比誰駕駛技術好是吧？對。要不要講一下對戰規則也會改？就我們可以說一下我們這一期的對戰規則，你可以介紹一下。你講，你不用看我。或者我講也行。你講吧。行。就是我們第一期的對戰規則。是，就之前我們那個拆塔的，我們也看過，就是雖然沒有局內回放，但我們看日誌看了挺多的，就是比手速，然後還有比對轟、比火力強，
我只要比对面更快的拆掉塔，我就不需要去进行船跟船之间的交战，就是火力有点饱和了嘛。我们觉得这个玩法整体的比赛时间也很短，虽然短是好，但是它太无聊了。我这15分鐘我就一直在裡面打塔，也沒有人過來打，沒有拉鋸，所以我們這次加了一些就是局內的一些機制，也不會很複雜，就是雙方進場，然後會有得分點，得分點應該有3個，然後你只要佔領了那個得分點，佔領的那一方就會持續獲得分數，然後當你累積的分數達到某一定的某個數量的時候，你就能贏下整場比賽。如果你是例如說我這裡面博弈的成分就比較多了，例如說我跟對面實力差不多，我可以選擇拿2個點，然後放1個點，然後獲得分數上的壓制，然後也有可能就是我要弱打少，我怎麼辦呢？我就佔一個少的點，然後再去另外一個去咬對面的人少的點，然後去有一些過程中的博弈吧。就其實整個局內更考察的不是單純的拼火力了，可能目前確實是那20個人的小隊確實是跟指揮跟還有指揮的指令的執行的效率都有比較強的關係。當然這個玩法也不是說那麼的成熟或者完美，我們還大概率會遇到問題，所以現在這個聯賽也只是試運行的階段。剛有人問大狗頭在嗎？大狗頭在，這個就大狗頭，只是大狗頭今天不是這2-3週都不太。我們整個組最近都在感冒，從策劃到程序到美術，流感比較嚴重。對，大家也要注意身體。哎，又有個黃色的，我操，這黃色真顯眼，眼都亮瞎了，我的天！我給大聲念出來：增加鄰地區的常規 PVE 收益，小船出戰了才會熱鬧。現在鄰 PVE 收益比高安高3倍，實際上真是這樣的。對。但是為什麼鄰就人少呢？因為大家知道比較危險嘛，容易損船，所以其實 PVE，哎，我怎麼這個壞了？軍團約戰，我們剛剛說了呀，軍團約戰後面不會只是大韓，我們會出針對不同噸位的那個軍團約戰。之前的約戰可以認為軍團約戰是一條可能很長的線，我們想做這個事情很久了，但是就是一點一點去推，每一次軍團約戰都會解決比上一次外放的時候解決一些問題，然後也有可能發現一些新的問題，然後最終的目的是讓約戰大部分的人參與都能夠獲得一個相對好的體驗嘛。就是像約戰這種正面打正面呢，一般你只要是主動衝這個玩法來了，最後就跟競技類遊戲一樣嘛，就是這個過程會比較更重要。小狗頭在沒？小狗頭在。我是不是比去年瘦了？認不出來。哦，謝謝。應該說聲謝謝，這是那肯定是比去年這個時候瘦了。對，我比去年瘦了，減肥成功這麼一丟丟。對。然後還有，我剛剛看到一個想說的，有點忘了是啥。剛剛是不是說過那個60幀的問題了？說過的，聊過的。不但說過了，他又刷了一遍。我再強調一遍嘛，就是高清畫質這個肯定是功能，然後裡面有很多 bug， 包括高幀率，我們需要去解決，包括一些優化。然後我剛才說的 bug 是說你可以把你說的大行渲染不全的 bug 資料發給我，渲染不全肯定是 bug 呀，想都不用想。啊，高清畫質是功能，渲染不全是 bug， 這個是很明確的。看一下。戰鬥回放，我們目前還不太能做到，就是軍團約戰的戰鬥回放這個功能，我們在外放的第一次外放的第一場就有很多人跟私聊我聊過了，我覺得說的很有道理。這個也是在說那個，因為我也很想看回放，但我們也看不到。軍團定制勳章和旗幟有補發計劃。有補發計劃。然後我看另一個比較高頻的是說什麼跳巨差的啊，剛才其實說了今年會有很多 PVE 玩法，我們不會說忽然把跳巨差加10倍投放、20倍投放，讓它的價值暴跌，不會的。但是呢，像這種東西，因為它其實很強，大家用過的都知道啊，跳巨差這個東西突襲特別強。然後我們會在新的玩法裡面把它作為這個，就是也比較特色的產出就放進去嘛。就是說，如果你比較需要的話，那就跟團裡的朋友一塊去打這種新做的 PVE 玩法，它都會有的。不是說它是沙哈入侵或者說什麼試驗場的特色產出就一定只在那個地方出啊，不是的。然後另外你說的全服有沒有夠不夠你裝一個艦隊的1年啊？那足夠10個艦隊都不止。只是說這個東西現在它特別好用，上市場的特別少，基本上拾取了都是造了自己內部就消化了啊，流通的比較少。
玩家說00的地都被旗舰刷机效率太高都包完了，那个常规没得刷。